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先歡迎前立委孫大千孫委員。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這一場中日大戰，我們要來看到在釣魚島這邊也是全面爆發嗎？另外，今天也會關心到是全球最強的雷射武器會做一個對決，中日之間我們會來看到的是燎原1跟飛鳥號來做一個 PK。最後，我們今天也會關心到的是福建號穿越台海的目的是為作戰預做一個預演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今天會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的，包括第一個問題：釣魚島會先開火嗎？大陸的海警已經30天了，巡航釣魚台是警告日本，還是準備接管，隨時會做開火呢？第二個問題，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武器面，在雷射武器到底是誰比較強？日本它的飛鳥號對上中國大陸的燎原1，算是一場軍備的競賽嗎？還是已經被全面碾壓了呢？最後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福建號，它的航行方向是穿越台海，這個目的為何？是在為下一場戰爭預做鋪路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中日關係現在逼近一場比較極度危險的紅線。我們來看到的是最新的情資顯示，大陸的海警連續30天了，都在釣魚島的海域這邊做一個常態性的巡航，不只是單純的一個巡邏而已，宣告的是常態化、軍事化、長期控制正在進行當中。現在也有學者特別就這樣子的一個現象做了一個分析，他認為說中日關係如果持續的惡化，接下來的軍事摩擦第一槍，他認為發生的地點就會是在釣魚島。3個原因，為什麼釣魚島容易發生衝突？第一個，指出中日台目前都主張擁有釣魚島的一個主權，所以呢，主權爭議清楚，他國也會極難的介入。第二點是釣魚島台的位置，它離日本本土又比中國大陸還要更遠，日方長期的巡航執法的難度確實看起來是比較高的。最後是關於美日安保了，它存在一個灰色地帶，川普到現在都沒有親口承諾安保會涵蓋在釣魚島的位置上面。不過也有學者他認為說，目前川普着重在跟大陸做交易，他不會在中國的核心利益上面跟中國大陸發生衝突，更不會為了一個所謂的礁石跟習近平交惡。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這個釣魚島是為何目前被視為是中日最有可能發生衝突的第一戰場？中國大陸的海巡已經連續巡航30天，在這附近向日本要釋放什麼樣的訊號？對，我想我們在先前評論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就提過了哦，就是很顯然的。北京政府從頭到尾都沒有打算讓這件事情善了哦。也就是說，從高市當時的失言風波之後，你就會看到北京政府對內跟對外哦，幾乎已經是展開全面的大內宣跟大外宣，然後炮火就直接指向高市啊，而且完全沒有任何停歇的狀況哦。就是我才剛從上海回來。就除了前2天這個新聞都在報黎智英被這個判有罪的新聞以外，除此之外，幾乎每天的這個重點新聞一開始都先罵高市大概20分鐘。所以當你看到北京政府對內哦用這麼高規格的大內宣的時候哦，你就可以強烈的可以感受到，他如果希望這件事情善了，他絕對不會這樣做。因為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等於是煽動了整個中國14億人口的民族情緒了。就是如果曾經去過大陸或者常去大陸的朋友哈，就可以了解說，我說過嘛，你在大陸哦，你每天晚上打開那個連續劇，它的衛視哦，大概有10幾20台，全部都是抗日的，各式各樣的抗日哦。然後呢，怎麼對這個日本的偽政權啊，怎麼在上海進行這個間諜的行為哦，幾乎全部都是抗日。你再看看最近在這個中國大陸電影院演什麼？他們前一段時間才演完731部隊，接着演南京照相館。就這些電影，連我進去看了，我都會掉淚了，我都實在看得不忍心，我都不敢進去看了。可是當你想到他的電影院放的是這個，他的電視台演的是那個，然後呢，整個國內的大內宣全部炮口指向日本，這就代表說，
恐怕不是高市幾句試圖要轉圜的這種退讓的態度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你說高市有沒有試圖轉圜？他有，但是呢，他講的不明確，所以呢，他承認這個台灣跟這個中國的問題，日本不應該介入。這個什麼台灣這個中國的一部分啊，中國是唯一的這個代表，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代表中國的這個合法政府，這些是高市講的。可是儘管高市這樣講了，北京還是不買單。所以呢，除非今天日本在這個事件上願意全面的收回哦，而且更正。那麼當然，隨着這個態勢持續的升高，在釣魚台海域發生衝突有沒有可能？極有可能。我上次就已經講過了，這位學者講的跟我講的幾乎完全雷同嘛。因為這是一個主權問題，在主權問題的情況之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介入主權紛爭的。就你現在看到泰緬打成這個德性，你有看過哪一個國家可以介入幫泰國或幫緬甸嗎？它就是一個主權紛爭啊。主權紛爭在全世界每個角落都有發生。但是這種小規模的衝突，其他的國家，除非你也有宣告主權是這個屬於你的，否則你要介入實在是太難了。那更不要提到說，如果今天中國大陸試圖要給日本一個教訓，而這個教訓又必須師出有名，不能夠背上這個侵略或者是率先攻擊這樣的包袱，那麼釣魚台當然就是最好的選擇。好，目前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來自於中方的動作，就是在釣魚台這邊連續的30天的巡航。那日本現在面對這樣子的一個態勢，它一方面也持續的是在升高衝突嘛，因為它現在目前是在琉球離島，也就是日本這個所稱的沖繩部署了雷達的部隊。那另外一方面，除了雷達部隊之外，它還高調釋出它的這一款武器，雷射武器，它是叫做飛鳥號，搭載100千瓦的一個雷射武器。那中國大陸今天我們說會做一個 PK 嘛？大陸的武器最新一代的是它的燎原1高能雷射系統，它現在目前性能是比較明朗的。我们看到這個表格哦，目前來看到它的射程是20公里，是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數字。那日本沒有公布，那它的性能還包括5秒內可以熔毀超音速的飛彈導引頭，所以我們特別請將軍來帶我們看日本把它的雷達跟雷射部隊放在沖繩離島，會對解放軍造成什麼樣子的壓力嗎？另外2款的武器飛鳥號跟燎原1的差距，誰還是這個海上海戰規則的最強王者？將軍怎麼看？我們先不要講說對空射擊，我們講水平射擊好了。我想華幹當過兵，一定有這個印象。我們都教兵，你歸零175公尺，歸零完以後，如果目標出現在300公尺，你要瞄準的是敵人的頭部來做射擊。為什麼瞄準頭部呢？因為你打出以後，那個子彈是受地心引力影響，它是一個拋物線，到達175是在交匯點，然後過了175之後，它就往下面掉。那你想想看，對空射擊那更難了。以前我曾經打過，我帶部隊曾經對空射擊過。你不要講說打飛機了，光打一個氣球，我們一個全連打了半天，打了這個數千發子彈，那氣球都沒打破。為什麼？因為子彈飛出去，它是一個拋物線的。那如果氣球在動的話，你還要算它前置量。你說無人機來講的話，正面飛行、側面飛行、45度的飛行，那個算的前置量都很難哈。那子彈飛行它有一個它那個初速跟它的這種距離有關嘛。你如果越遠，它子彈飛的時間更久，所以你要算它前置量。那現在好了，如果說是這個不管是艦艇或對各種無人機的武器射擊來講的話，如果用傳統的彈藥哈，你必須要很精準的算好它的前置高度，還有拋物線，你都要整個考慮在裡面。所以通常都用雷達、用電腦來計算這個槍口要瞄準目標什麼地方。那如果說是用雷射的話，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因為雷射它是屬於直線的，它不會有拋物線的問題。那它直線來講的話，它速度又跟這個光速一樣快，所以你可以說瞄到哪裡，它就打到哪裡。我們以一個艦艇來講，一個艦艇最後一道防護，我們都知道，在美軍體系來講，我們叫方陣快炮哈，這個防護的距離大概3到5公里，那它也是用雷達掃描之後，一陣這個速度很快的打出一個彈幕出去，讓你的飛彈來撞到這個彈幕上面。那這個解放軍他們用的是1130快炮哈，但是這些畢竟是彈藥，那你的距離射程有限，因為你子彈的射程受限於這個，所以現在來講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激光武器。第一個，它是用光，它是走直線，而且速度又很快，可以很快。那解放軍在這方面來講，
它已經有很長足的進步，而且已經用在實戰方面了。我們不要講這是燎原1號，我們講之前他賣給中東沙特的叫做極盡狩獵者，就是一種激光武器。因為沙特那邊經常受到這個也門組織，他們用無人機騷擾他的油田，所以他為了打這個無人機，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極盡狩獵者激光武器來打。但激光武器极盡狩獵者在那個時候，因為受到沙漠這沙塵的影響，因為它畢竟是一道光嘛，這光如果說碰到風沙或者是雲霧或者雨水等等來講的話，它的效能就會失去了。所以，但是他繼續後面的研發以後，他發明了所謂燎原1號。那我們目前看這個數據，如果跟日本的飛鳥1號比較起來的話，它300 kW 對100 kW，那功率越大，代表一個就是它射程可以越遠，可以射程越遠。那它目前來講是說20公里。那如果按照這個比例來講的話，日本飛鳥1號100千瓦的話，大概我想最多就是這個6到8公里左右，按照這個比例。第二個來講的話，瓦數越高，它銷毀的速度，它溶解的速度會越快，它就是將你的彈頭溶穿燒毀掉。那按照燎原1號，它的20公里，它大概瞄準一顆導彈，將它燒穿大概要5秒鐘，它一直盯着它，一直這樣，然後大概燒5秒鐘，將它燒毀掉。那日本的這一款這飛鳥號上面來講，如果說是它功率不高的話，如果說是要超過10秒鐘以上，你才能夠將彈頭燒毀的話，那你就很可能脫鎖，你就不見得會燒毀。那除非說是這顆導彈距離你的距離更近，你才有可能在短時間之內將它銷毀。那第三個，我認為說燎原1號為什麼優於日本的飛鳥1號呢？因為它已經實戰部署了，它已經擺在它的07這個2棲登陸艦上面哈，這個叫做世明3號。那各位可能很有趣，為什麼擺世明3號？為什麼不擺更強大的055啊、福建艦啊這些軍艦？因為世明3號07是船塢登陸艦。那船塢登陸艦你知道嗎？它在登陸的時候，它一定要停在所謂的換乘區，就是大船換小船的地方。它會在那邊停留時間很久，而且它這個周波的時間距離大概10到20公里，也就是說這個距離來講，會被守備部隊來講用無人機攻擊的距離。第二個來講的話，你在那邊停留時間長，就很容易遭受到守備部隊用這個火炮對你來攻擊哈。你不能說停到那邊馬上就走，你很難閃躲。你又在那邊停到所有大船換成小船，所以我覺得這種武器放在世明3號，它當然就最符合它實戰的需求，因為這條軍艦要在那邊做2棲登陸，它可能要在那邊停上1個鐘頭。那在這種狀況，遭受到無人機或者導彈的攻擊幾率會最大，而且它的距離岸邊的距離又最近。這時候如果說它有這種燎原1號這種雷射的武器，可以對它做最後一道的防護來講，不管是對導彈或者是說這個無人機都可以達到很好的一個防護效果。所以解放軍已經實戰部署了。那比起日本來講，現在還是實驗的階段。那我覺得說是燎原1號應該是略勝這個日本的飛鳥號一籌。好，剛剛將軍特別幫我們就這個中日之間的這個2款不同的雷射武器做了一個性能上面的一個比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持續的關注在中國大陸的航母的動作，因為最近真的是比較多。先前我們報道過，這個是遼寧號嘛，沿着日本的周邊走。現在最新的進度，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大陸海軍巨無霸福建號。這一回呢，16號被直擊了，它航經了台灣海峽。目前在這個目前的狀況來看，甲板上是沒有任何的艦載機的，但是外界也開始做解讀，它的目的是要北返長興島進行缺失修正嗎？但是重點也不是飛機本身，而是它這個航線本身被視為是具有在軍事跟政治上面的意涵。那他們也認為這個是在實戰前面的一個航線模擬的演練，是這樣子嗎？幹哥怎麼解讀？國防部長我們中華民國國防部長顧立雄說，他這次回去沒有帶艦載機，代表是什麼？代表他回到長興島的造船廠進行缺失改正。這種話不是一個沒有，就說沒有，他根本沒有接觸過軍旅生活的人講得出來，那是幕僚告訴他的。他知道什麼叫缺失修正。如果我們沒有記錯的話，福建艦是第6次部署，它還在修正的階段狀態，所以那一定是國防部聯參聯2情報參謀總部來告訴他的，對，他才會知道，不然一般人是根本就不會知道。那好，沒錯，福建艦現在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什麼十字路口？
也就是你現在高市早苗的這些言論，代表不僅僅是釣魚台，甚至是台海，都可能面臨直接而顯而易見的動員，或是危險啊，不管是任何情況，所以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新一代航空母艦的電磁彈射系統以及它的艦載機的系統完備，是不是可以達到可以擔負起作戰任務？這是最重要的，這比什麼都重要。因為我們還有2艘航空母艦，沒錯，但實際上你真的如果打起來的話，一定是福建艦率領。為什麼？因為它是全新設計的，而且它載有殲35，殲35在前面2艘航空母艦是上不去的哦。包括遼寧號跟山東號是上不去的哦，只有福建艦能夠載。所以那個叫技術驗證，技術驗證是在福建艦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現在看起來好像似乎都已經完成了，所以這次沒有載艦載機。那他回到長興島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他等到他再下一次部署，那就叫什麼？那就叫正規部署，叫真的要你隨時準備。正規部署的時候就是幹嘛？有任何風吹草動，你就要準備你的飛機是要去打的。現在大家都是演習。現在我的殲15或殲16飛上天，跟你日本航空自衛隊的對陣，即便真的開了火控雷達，那都是一種試探。可是你隨時要準備，不是試探，要真打。所以福建艦它已經到了一個階段了，它越過這個階段之後，它只有往前衝了，沒有回頭路了。那你現在我想請問一下，海軍現在到底有沒有準備好？這就是对於整個地緣戰略最重要的一個影響，是福建艦這一次回去整備之後，它下次出來的話，它就是一個煥然一新的，它就是什麼？它就是武士已經準備好了它的裝備，準備好隨時可以接下戰備任務。而那個戰備任務一下達的話，不論成敗，你就是一定要幹嘛？去達成任務。所以福建艦這一次的這個返回母港，其實大家不要看啊，很來來去去，很好像都是常態，不是常態。它下一次部署，它一定要完成戰備，這是它最大的意義所在。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特別關心到美國，因為它最新公布的這個失業率創下4年新高。今天我們也會來就這個議題做關心。它的非農的就業也創下了5年最慘，同時這個也是最新的數據。現在看起來破100萬人的裁員潮，在今年海嘯已經席捲了全美。今天我們會就美國的經濟是否已經正式的失速來特別做關心。趕快來看到幾個最新公布的數字，是11月份美國的就業數據增加了6.4萬個職缺，看起來好像還行，但是我們現在看到，讓美國人民真正害怕的是他們的失業率。現在一年多出了70萬名的失業美國的人口，那麼失業率狂飆到4.6%，是這創4年以來最新高的一個記錄。同時，它的非農就業人數單月更是暴減了10.5萬人。數字一出之後，道瓊指數立刻是重挫了200點。專家特別分析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子的一個就業人口暴跌的原因，包括了來自於企業得承受關稅的壓力，政府機構啊更是一度的關門停擺，還有 AI 啊。這個取代人力對於科技業的影響是特別重大的。那麼類似的就業的這個裁員潮，現在美國不斷的蔓延，已經影響到了各行各業。我們來看到這個，同時也是最新的幾個新聞哦。幾家比較知名的美國企業現在出現了大裁員潮。首先來看到亞斯蘭岱，這個全球裁員規模從原本預估3000人，會提高到最多7000人。FedEx 物流公司關閉了德州一處的物流中心，會裁員800多人。百事公司旗下的這個子公司也關閉了它的佛州的2座工廠，解雇人數500名員工。德州我們來看到了喜來登飯店，在2026年這個店它就會正式的歇業，那麼110名的員工也會集體的被裁員。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幹哥，如何看美國目前的經濟還有它的就業狀況，會不會陷入危機？
聯邦儲備銀行的總裁叫威廉斯，他講了一段話，他說，職位的增加一直處於疲軟的狀態。什麼叫職位的增加？就是說你在國內的職務需求就一直沒有增加。為什麼？因為直接的衝擊就是 AI， 好不好？我們現在在講說 AI 泡沫化，但是 AI 同樣衝擊的市場，尤其是白領階級。藍領可能還沒有那麼嚴重，但白領階級為什麼？因為他們是要做決策的，在有很多 paper 或紙本或者決策上面，其實老實講一句，透過 AI 來做，會比人腦要來得快得多。這就是為什麼你說啊，這個新增了，我們11月新增全美4.6萬個工作機會耶，新增那麼多，那為什麼失業率還是創新高，變成失業率變成4.6%，創下4年的新高？也就是說，這增加的64000個職缺根本沒有對市場有什麼幫助嘛。而且威廉斯他說會越來越明顯，為什麼？因為現在的裁員不是像以前啊，比如說啊，英特爾他突然說要裁員，裁員多少？裁員2000人啊，3000人，全球裁員啊，他也會一次性的這樣做。為什麼？跟年報財報有關係。他可能這一次砍掉的話，他對於他的年底的那個財務報表會比較好看，等等之類的。現在他說不是，現在各大企業你去看這些企業，它都是一次小規模，一次小規模，然後多次在短時間之內發生這種事情。我一次裁50個人，你不會痛啊？可是我隔了1個多月，我又裁了20個人，然後你會發現你對面那個同事不見了，沒有人來替他的職務。這是很多美國的銀行，尤其是銀行發生這種狀況，因為他們只要發現 AI 能夠做的事情，就幹嘛？就不需要你了。那你就要想，為什麼我還坐在這邊？為什麼我對面的同事不見了？他也許是我的上級，他也許是我的評級，他也許是我的下屬，但他不見了。對，2個禮拜以後，沒有人補他的位置，什麼原因？沒有什麼原因，那叫做永久性裁員。他現在永久性裁員這種文化在美國很多個地方都可以看到，像比如剛才講的雅詩蘭黛，或者是那個阿靈頓喜來登啊等等這些飯店，還有百事可樂，它都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因為其實老實講一句，能夠用 AI 的數位化來取代的工作，其實我們沒有那麼急着需要有人來頂替。當然，做最後決定的以及維持市場運作的，還是需要人類的智慧來做。可是不是那麼的直接。這就是因為歸根結底到最後一個原因，終結的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關稅造成的影響。你關稅造成的這樣的影響之後，美國主要企業到現在還在看，那最後是怎樣？最後到底會怎樣？今天關稅造成就是說美國的國家賺錢了，可是老百姓沒有賺到錢。就是說，川普好像從各個國家拿到了很多錢啊，那問題是他不是給了企業或民間，所以說大家的不確定感就一直存在，而且到了年底都不會消散，恐怕到了聖誕節以後，或者是到了明年的新年，美國的國內才會有一番比較能夠確定的感覺，因為到現在大家還不知道說關稅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所以對於職位的需求就沒有這麼高。我們還要繼續看一下美國的那個疲軟的情況，恐怕還要再好幾個月。好，剛剛我們看到的是美國目前最新公布的這個就業數據，確實表現得非常疲軟。那經濟數據的疲軟，當然也造成了美國現在內需跟它的消費，甚至對於金融市場都有一定程度的衝擊。我們來看到，這是高盛發出的最新市井，拉下了紅色警報。他認為說，在消費疲軟之下，現在不只是影響到低收入戶了，整個中產階級現在的危機在美國蔓延。特別關注到是25到35歲的年輕消費者，他們的消費力暴跌，多家企業也說了，消費者信心跌到了数十年最差，非必要的這些消費品股價也是暴跌，包括了我們關心幾個比較重點的餐廳，像是墨西哥卷餅店，在美國很知名的 Chipotle 股價暴跌17%，地中海快餐連鎖店 Cava 下跌股價11%，其中還有豆芽農夫市場的股價暴跌了26%。在市場這麼的動盪，有一個東西大家可以特別做關注的，就是納斯達克傳出研擬它的交易時間原本是16個小時，現在要把它增加變成23小時。有人在
解讀說為什麼要這樣做？難道是資本市場要上演提前逃命潮嗎？怎麼看目前這一些包括企業，他們是在做正常的調整嗎？這樣子的一個裁員等等，委員怎麼解讀？所以我想，剛才幹哥已經提到了嘛，就美國現在會面臨這麼嚴重的這個失業率上升的壓力，當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就像當年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一樣，那個時候就面臨了一個很大幅度的很長一段時間的這個失業潮。然後現在你看到的是從工業社會要進入數字社會了，也就是 AI 逐漸的取代了這個更多的工作崗位啊，所以這樣的一個趨勢只會越來越嚴重，幾乎不會有緩和的跡象哦。那麼當然，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關稅的因素了，就關稅的因素造成了美國的物價這個通膨持續的蠢蠢欲動哦。現在如果你在美國有消費的，或者你有親朋好友在美國的，隨便去問一問，你就可以知道，美國現在的消費已經貴到這個驚人了哦，就是讓大家已經覺得幾乎無法想象的地步了。那我們現在講到的這些東西，還是一些我們說的物流業、美妝業、食品業、飯店業。可是如果我再把時間再往前推半年，我讓各位看到的是什麼呢？ Microsoft 從去年到今年已經裁了上萬人了，就是 Microsoft 都裁了上萬人了。你說 Microsoft 有沒有 AI？ 有，它有 Open AI 啊。這理論上來說，它不應該要裁這麼多人，它裁了上萬人。Google 也裁了一堆人哦。然後到了 Amazon。本來今年說要裁3萬人，驚呆了整個市場，大家都瞠目結舌。到目前已經裁了14000人了，所以你還不要講說像這些美妝或飯店業幾百人的失業，我們光看美國的幾大高科技產業，他們一裁人都是上萬人的裁。所以你說對美國來講，它的失業率上升幾乎是可以預期得到的，就完全沒有令人意外的。如果這樣子失業率還沒有上升，我才覺得這個數據有問題了呢。那麼你回過頭來講，現在對美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美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華爾街不斷的在炒作利多消息，所以華爾街我們看到那個股市的那個數值哦，那個泡沫越來越大。當股市的泡沫大到跟實體經濟脫鈎的時候，那就是金融風暴要來臨了。但是華爾街持續的在玩這個遊戲，所以我們看到你說納斯達克說為什麼要把交易時間再拉長？因為對華爾街的人來講，他們永遠都在報喜不報憂，永遠都在玩各式各樣的這個資本操作的遊戲。他們如果不玩這個操作遊戲，他們就要捲鋪蓋回家了，就要換他們失業了。所以現在美國最嚴重的狀況是什麼？我覺得美國現在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局面。在美國的聯準會決定要不要升息，決定這個所謂美元的這個貨幣政策的時候，他們通常都考慮2個東西。第一個數字，失業率，如果失業率攀高，他們就要把資金注入市場，讓經濟體系能夠有更多的資金。第二個，這個 CPI， 如果這個物價水準往上升，他們就必須要把錢從市場上抽回來，讓市場的這個資金減少，讓這個物價可以下跌。所以在前一段時間美國通膨嚴重的時候，你就看到 Fed 快速的升息。但是他現在面臨一個兩難局面，他失業率升高，他的 CPI 也升高了，所以到底要選擇哪一邊呢？這就是美國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我覺得對美國來講，它的經濟的致命傷就是當你沒有辦法同時解決失業率，你也沒有辦法同時解決這個通貨膨脹的時候，那麼在我們經濟學的理論裡頭，就幾乎是判定了，就是這個國家的總體經濟已經面臨了重大的衝擊跟危機了。而現在美國正在走上這條路。好，一邊是失業率暴增，然後另外一邊還有通貨膨脹。那現在呢，一個美國的資產管理專家，他叫做麥克格林，他在這個時候就突然間討論了一個問題，然後提出了這個問題之後，在網絡上面引起了很大的一個討論。因為他就問了網友說：“你們認為說，2025年如果你在美國生活，一個家庭到底要賺多少才會感覺到，你的生活沒有這麼的拮據呢？”特別是針對這些中產階級，結果他給了一個答案：年收入要達到14萬美元，換算新台幣，其實已經算非常高了，455萬元，你才會感覺沒有這麼的拮據。這是目前中產階級的困境嗎？將軍怎麼看？這如果說是一個家庭年收入要到14萬美元才能夠維持一個體面的生活，我講的請注意，我講是一個體面，而是不是只是溫飽而已，大概要14萬。那這個數字代表什麼呢？美國來講，現在他們收入的中位數不是平均，是中位數，概略是8.5萬，也就是說，你必須要以中位數的1.7倍
你才能夠維持一個體面的生活。那為什麼美國來講要維持一個體面的生活要花到這麼多錢？我們知道你維持生活有2種消費，一種是必要型的消費，一種是比較這個軟性的消費哈。必要型的消費大概不外幾項，第一個育兒，對不對哈？第二個醫療，第3個食品，第4個是住屋房貸啊，甚至於如果說有些人如果他有學貸來講的話，可能還有學費。那我們檢討這5項。對美國人來講的話，這5項可以說是他們消費的5大金剛。那這個錢是沒辦法省下來的。對，比如說我們講育兒，你請一個保姆來講的話，我們台灣請一個保姆哈，大概就是一個保姆最多只能帶4個，你不能帶超過4個，超過4個就違法。那通常來講，帶2個已經很吃力了。如果沒有經驗來講，帶2個已經很吃力了。所以說你的保姆費你就省不下來嘛，他的收入你就一定要給他到這麼多錢，你不能說大家平均哈。這第一個育兒的費用為什麼會高？第二個這個租屋的經費，那當然更不用講了。最近美國哈這個房貸的費用貸款費用或者是房租的費用一直不停地升高。那食物方面也是啊。那再來我們講醫療保險，我們講醫療保險。這個，譬如說，我們請一個看護，老年人要請一個看護，一個看護他最多就是照顧2個人，他就是一定要花這麼多時間，你不能說一個看護照顧100個人，所以像這些消費來講，他省不下來。但是有一些消費它是可以省下来的，比如說因為基於全球化的關係或者自動化的關係譬如說電視這種電視產品電器產品或者是說這個衣服啦、鞋子、襪子啦，由於是大量的生產，所以它價格可以壓低。但是這些東西呢，由於美國川普自己搞這個關稅政策，反而這些成本都墊高了，再加上失業率升高，所以不管是軟性的消費，或這些我剛剛講的軟性的這些消費，或硬性的商品的採購來講，價格都攀升。所以他們認為說，一個家庭如果要維持就是食衣住行娛樂樣樣都面可以維持一個基本的體面需要來講的話，他們認為要到14萬那麼高的美金。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代表美國來講，他們經濟上所面臨一個最大的一個困境在這邊。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我們現在來關心的是泰檢的戰爭，因為已經2週了，但是重點是到現在是全面的升級，這個衝突爆發，817公里的這個火線現在完全的失控。今天我們就這些議題來特別做關注。好，先來看到是我們看到這個泰檢的衝突嘛，雙方在817公里的陸地的邊界爆發的衝突，戰火持續的延燒。本來一在旁邊的這一些零星的戰火，我們可以看到沿海的零星戰火已經延燒到了內陸去。泰國跟柬埔寨各自祭出什麼樣的武器呢？泰國仍然是出動他的 F-16跟他的施救戰機，攻擊的地點是吳哥窟附近的。我們看到這個是在暹粒省這個地方。柬埔寨則是出動他的火箭炮，持續的針對泰國做攻擊。而且呢，根據當地柬埔寨台商做了一個採訪，他們的最新採訪的說法，他們說呢，泰國的軍方內部已經開始放話了，非常的狠，要在100天內，他們要打到金邊這個地方，所以台商非常的緊張。現在他們都已經開始收拾他們的行李了，攜家帶眷跑到菲律賓去逃難、去避難。在這個時候，泰國繼續的補槍。泰國說，國防部說要全面限制住這個邊界的一個關卡，不讓這一些進入的燃油運輸可以進入到柬埔寨的內部去。好，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酈將軍，從軍事面來幫我們做一個判斷，泰軍真的有可能如他們所放話的100天之內打到金邊嗎？泰國這一套，包括剛剛我們看到的有空襲 F-16，再加上他們的封鎖政策，想要達到什麼樣的戰略目標？將軍怎麼看？講到軍事你必須要接受一件事情，軍事是接受政治的指導。政治的目的是什麼？才決定軍事的行動要做到什麼程度。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開戰指導。那終戰指導就是說，你打到什麼樣程度，你要結束這場戰爭。比如說俄烏戰爭來講的話，它的政治目的，普京的政治目的就是要烏克蘭不可以加入北約。對。那這次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推敲泰國這次發動這場戰爭，它政治上的目的是什麼？我認為它政治上的目的，阿努廷很明顯的，他只是為了壯大他自己執政黨的
鞏固他執政的實力，因為他現在是少數政黨嘛。那如果說是借着這場戰爭可以打一場轟轟烈烈的大勝仗，那你想想看，在未來60天之後的這種議員選舉，他所帶領的這個政黨來講，一定可以獲得多數的勝利，那他就可以很安穩的執政。我覺得這是阿努廷的政治目的。那接着這個目的，我們再來看軍事目標來講，他可能要達到什麼目標？我覺得他軍事目標只要能夠獲得一場勝利，他就達到他政治上的目的。第一個，我們講他有沒有能力打到金邊，我認為是有的。以泰檢雙方現在軍事實力，泰國來講完全掌握了制空。那另外除了空中來講它有這個空中戰機之外，地面來講它有各種戰車，包括解放軍提供給他的 VT4 或者是美軍的這種M60戰車等等。那檢方來講，這方面反裝甲武器只限於中國提供給他的反坦克導彈。可是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中，我們已經看到這些反坦克導彈，柬埔寨部隊可以說是不堪一擊了，鳥獸散，等於烏合之眾，東西丟在那裡，人就跑掉了。那你連這個反坦克飛彈最重要都丟掉了，那你以後你怎麼去阻擋人家坦克車的這種裝甲的攻勢？所以我覺得以戰力來講是可以打到金邊，但是我覺得以政治目的來看的話，他不會攻進金邊，因為攻進金邊來講的話，他可能之後來講就很難善了。我覺得最後一個結局這個阿努廷可能第一個達到他政治上有一場勝仗的目的，那有助於他選舉的大獲全勝。第二個來講，他可以借這個機會賣給2個國家面子，一個叫做川普我接受你的調停，我給你看；第二個是中國那你多一些觀光客進來，那他等於就是3贏了嘛。他幹嘛要打到金邊？那你知道進入一個城市作戰不是這麼容易的，所以我認為他不會打進金邊，但是他有這個能力，可是他不會做這件事情。好，我们现在刚刚他特別看到的是泰國就在他這一次針對柬埔寨的攻擊，有他政治跟軍事上面的目的之外，我們要特別今天也會來聊的是不是也有打詐，要幫助打詐，所以做了這樣子的一個攻擊有關係。等一下請幹哥來帶我們看。我們看到說，確實目前呢，川普做了很多次的調停都沒有成功。那大家也在看說，到底為什麼你泰國還是要持續的把軍隊壓進去進攻柬埔寨？而且呢，重點是他們開始在裡面被發現大規模的清剿裡面的電詐園區。畫面上導播，我們來 take 幾個電詐園區都被拿下來，包括這個當中有號稱東南亞最大的賭城、最大的電詐窩據點，還有一個是電詐中心的集散地等等。而且呢，在這些電詐園區裡面還被發現藏有大量的無人機跟火箭炮，看起來泰國是想要把這些武器也都摧毀。在清剿行動當中也被發現，泰國聯合出動了他們的海空軍，把這一些所謂的這個詐騙園區也80%的建築物都夷為平地了。所以他們的目的是不是就是要趁機打詐？那麼也是另一方面提振泰國自己的觀光。幹哥怎麼看？其實老實講一句泰國從上次那個韓國學生死在那個邊界的事件裡面泰國就受到很大的非議坦白講一句，這對於他們的觀光業有很大的傷害。所以我覺得這是泰國總理那個阿努廷他的態勢這麼明顯，說不用找任何人來調停。第一次聽到，他們竟然總理敢這樣講，說不用找人家來調停，就是我就是要這樣做就對了啦。其實我講一句實在話，剛才將軍也講了，泰國要教訓柬埔寨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為什麼？因為柬埔寨從赤柬政權到現在沒有，就是他60年過去了，完全沒有進步。他在軍力跟那個政治上面完全沒有進步，他只有在容許詐騙集團的做大中有很大的進步。這個責任都一定要歸咎於洪森父子。洪森父子在這麼多年來的執政的狀況之中，人民沒有富起來，但是他們家族是非常富有，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但是我在講這件事情的同時，他們跟這個中國的關係是如何，始終撲朔迷離。那為什麼？因為剛剛所提到的這些所謂的賭場，還有這些詐騙集團的窩點，這些都是誰？就是我們現在最有名的陳志集團。陳志集團在我們台灣出了大名，然後在美國也出了名。為什麼？因為他在美國被查扣了150億的比特幣等等，還有狗狗幣等等，價值150億的這個虛擬貨幣被川普政府給扣下來了，然後馬上訓令我們台北
台北馬上就一抓才發現啊，我們這個周杰倫大歌星跟他住在一起的，總共有11戶人家就是這個詐騙集團買下來的房子，同一棟大樓裡面，所以大家會想說，周杰倫大家都知道，可是陳志竟然在他的大樓買了11戶，要當周杰倫的鄰居。現在我講的這個不是笑話，而是我們台灣的老百姓們都會覺得說，那陳志究竟是誰？你為什麼會容留這個人可以這樣子在海外各地，英國、台灣啊，到處新加坡都置產？他在柬埔寨甚至得到了什麼勳爵的位置？所以洪森父子你要負很大的責任。這個人因為你們的庇護，現在還在柬埔寨境內。然後他們也不理美國，美國當然希望引渡啊，對不對？台灣更希望能夠引渡啊。所以剛才講到哪裡？講到菩薩省園區、奧多棉吉省園區，這些的規模都大到比我們知道。我們常常說 KK 園區，對不對？我們常常說妙瓦底的，對不對？大家都比較耳熟能詳是這個，錯了，那個才是真正的奴役這些可憐的這些被害人的地方，所以這些地方坦白講一句，那是暗無天日的。後面的操盤手是誰？台灣人，跟不孝的中國人合在一起。所以為什麼泰國軍方他這次跟鐵了心的，就是我要打過去？為什麼？因為如果說泰國的觀光，大家要知道啊，從普美蓬國王時代開始到現在，泰國的觀光就一直受到青睞。你今天如果說因為詐騙的這種事情而造成的泰國觀光，不要說西方人不來，連中國人都不敢來的話，對於泰國的本身的觀光業、觀光產業是非常嚴重的。柬埔寨也一樣，柬埔寨到今年才恢復到疫情之前，今年總算有670萬人進去看吳哥窟了。坦白講一句，遠遠少於他以前的高峰，都是上千萬人，每年上千萬人去吳哥窟。泰國的 F-16這次就在吳哥窟附近暹粒省丟了幾顆炸彈。我告訴你，雖然車程距離吳哥窟還有2個鐘頭，但是我在那邊丟炸彈，你就知道我下次真的會丟到那邊去。因為曉得說泰國這次決心是很堅強的，也就是他準備要徹底打擊詐騙集團犯罪。對，那泰國繼續打下去的話，現在看起來這個泰柬衝突到底什麼時候會停下來呢？包括我剛剛提到的嘛，因為川普調停也沒有用。那中國大陸呢？中國大陸其實在這一次爆發衝突的時候，其實是沒有做太多表態的。那其實也有媒體特別做了有關於中國大陸的分析，就是中國大陸的立場的分析。這個是來自於網易的專欄《北向財經》，他也特別點出了說，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可以說是有利有弊。有利就是大陸其實本來也想要打詐，聯合中泰緬一起打詐，那他們確實已經抓到妙瓦底裡面上千名的電詐分子。那對於中國大陸不利的事情，就是說大陸在這邊其實有做了非常多的一帶一路的建設，不管是中泰鐵路，不管是這個德崇福南運河，或者是西哈努克港等等，你這個打下去，戰火一拖，當然會充滿變數。那接下來北京到底會怎麼做？那委員又怎麼看？對這一次的這個泰柬的衝突哦，其實。大家當然都知道，在台面上是因為這個博威夏市的這個主權哦，包含它周邊土地的主權問題。那麼靜音呢，這個在台面上講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泰國的士兵這個觸及了柬埔寨所布的這個地雷，造成了傷亡哦。但是就如同剛才將軍所提到的哦，就真正的原因是這樣嗎？因為其實你說博威夏市的這個主權跟它周邊土地的主權的爭議，從1962年國際法庭判定之後到現在，經過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了，要衝突早就衝突了。那麼你說踩到地雷，柬埔寨方面也出來講啦，他說這個地雷不是我們設的啊，這個以前就有了，跟我們無關啊，這不是新設的地雷啊。可是泰國完全沒有買單，甚至連川普想要介入的時候，泰國不但不買單不領情，反而還回過頭來批評了川普。所以呢，外界就在看這一次的泰柬衝突的時候，就在想說，那泰國真正的原因是什麼？他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我覺得剛才將軍已經分析得相當透徹了嘛。就第一個，他內部的政權問題，就是泰國在上一次洪森出賣了這個佩通坦的這個談話內容之後，泰國等於是失掉了一次面子。所以對泰國來說，他要把這個面子討回來。
第二，對執政黨來講，他需要一場勝利，他需要贏得他的這個選舉。那麼你說，當然對於打詐，這也是可以達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我覺得北京政府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介入的原因很簡單哦，就是第一，他必須先確定泰國的目的是什麼。那達到了目的沒有？沒有達到目的，他介入就好像川普，他認為他打通電話就可以把事情擺平了，結果一點都沒有擺平。泰國不領情不買單，反而回過頭來罵了川普一頓。所以對北京政府來講，在外交的操作上哦，你要操作在一個很精準的點，就當這場戰爭已經打到看起來也沒什麼必要再打了的時候，你介入調停，那這場戰爭就可以平息下來。可是如果泰國的目的還沒達到，你在這個時候去打了個電話，不要說打1通了，你打100通都沒有用。因為泰國有他自己的盤算，對，那你更不要講說這是主權爭議哦。各位仔細注意一下，其實北京政府很少介入主權爭議的，因為他認為主權爭議就是你們這個雙方彼此之間的問題哦。所以北京政府很少介入，為什麼？因為他一旦介入了，那釣魚台事件的主權爭議，其他國家要不要介入？那台灣這個主權爭議，其他國家要不要介入？所以我覺得北京政府的考量當然相當全面哦。你說最後有沒有可能介入？我相信為了這個周邊的區域的安寧哦，以及北京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的利益來說，那麼當然最終還是希望這場戰爭能夠盡快的平息下來。那至於什麼時間介入，要用什麼方法介入，公開介入還是私下介入，那就要看北京政府的操作了。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關心在中美之間的科技戰，這個太空方面，難道現在也是擦槍走火了嗎？這一次親自點火的人是馬斯克。我們來看到的是 SpaceX 旗下他的星鏈工程的副總裁，在這個此刻突然間出來指控中國大陸。在12月9號這天，他說呢，大陸啊，你發射了這種民用的衛星，而且你在發射之前沒有跟我們的衛星做協調，所以導致呢，你們的民用衛星極為靠近美國方面的這個星鏈衛星系統，最近距離他形容甚至只有200公尺，他認為這個叫做死亡距離，隨時可能變成碎片的一個死亡距離。那這一次 SpaceX 特別點名到的大陸的公司，其實就是這一間，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中科宇航這間公司哦。那它是由利劍1號火箭呢，當時它一次是發射了大概有送上了9顆的衛星，其中特別關注到這1枚的衛星跟星鏈衛星當時是擦肩而過的，在560公里的軌道高度跟星鏈衛星擦肩而過。好，這是來自於美方對中國大陸的指控。當然了，大陸聽到這樣的指控之後，他也回嗆了回去。對於美方，他說呢，你過去還不是一樣，星鏈曾經多次的接近大陸的空間站，那麼對我們的航天員的生命也構成了威脅。他還認為說，美國還是應該是你在碰瓷才對吧？針對這一起事件到底怎麼回事，委員怎麼看？就很顯然的，這個 SpaceX 哦，包含 Elon Musk，他們在這件事情上是刻意的大做文章了哦。那麼為什麼我要這樣講呢？太空雖然很大，但是也沒大到可以擺這麼多東西在裡頭。現在我們的太空其實已經很擁擠了哦。就大家以為現在太空最多的是衛星嗎？不是，太空現在最多的是太空垃圾、太空碎片，最多哦，數量遠遠超過衛星。那你回過頭來看，太空已經相當擁擠的情況之下 ，SpaceX 它當時的計劃是什麼？它計劃要射上去12000顆衛星，做它的星鏈計劃。然後從12000顆，最後要拓展到42000顆。現在已經射上去大概將近7、8千顆了。所以太空不是馬斯克開的，好嗎？就是說，不是說你射上去的時候，太空都是你的了哦。那麼別人要射上去的時候，在這麼擁擠的情況之下，當然難免會發生這種狀況。就像中國大陸說的，先前他那麼靠近天宮太空站的時候，中國大陸也沒有跳起來這個批判他，他沒有必要在這件事情上大驚小怪。更何況中科宇航後來有發表過說明，他說他們發射的時候，他們當然有看過這個空間是不是可以順利的把它射上去哦，就是大概他們叫做有個窗口哦，就你射上去的一個窗口，那麼你才能夠讓你的衛星射上去。那麼
這個 Elon Musk 或者是 SpaceX 現在抱怨的是這個衛星已經射上去了，所以其實根本就不干中科宇航的事情。如果說那个它那個火箭經過了你的這個星鏈，你還說得通。人家已經把火箭射上去，把那個衛星都已經布在這個軌道上了。那在衛星的運動過程當中，跟你就算接近一點，那又怎樣呢？我說過，太空很擠就是說憑什麼你這個星鏈就可以擺在那裡，先佔地為王，人家就不能經過你旁邊？而且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大家知道星鏈的這個衛星的設計其實是它有一個很奇怪的操作模式因為它的這個軌道會逐漸的越來越接近地球，所以呢，它3不5時呢，它就要調整。所以呢，大家不要以為說星鏈的衛星射上去之後，它在那個軌道上就這樣乖乖的轉，不是它3不5時它要動態的調整一下。所以在你動態調整的過程當中，人家的衛星怎麼知道你這顆衛星要不要調整呢？所以我要講的問題就是說，未來這種情況在太空當中一定還有很多。星鏈現在不過8000顆，它就已經在這邊跳腳了。等你真的射上42000顆的時候，又不是只有你會射，別人也會射啊。那整個太空都是衛星、太空垃圾、太空碎片的時候，那麼到底是誰的責任，都很難講了。好，確實在這一場衝突發生、意外衝突發生的之際，我們來看到，所以中科宇航這一間企業現在也被大家拿來做討論，特別是因為這是中國大陸政府非常重視的一間企業。它是誰呢？我們稍微關注一下，它其實成立在2018年，第2大股東就是中國大陸科學院。那它當時呢，也為中國打造了第一個商業用途的一個發射台。這一次它特別有一個厲害的技術，就是被點名的是它的利劍1號，今年完成了1箭7星的任務。導播來帶我們看一下它具體有哪一些硬實力。好，畫面上一點一點的，這非常多，因為比較複雜一點，我把它列出來，包括了多星堆疊適配器等等。好，重點來了，它的這個性能可以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就是來看到第一個，每公斤發射成本可以壓到$10,000以下；第二個是未來單次的發射也可以超過達到了50顆的衛星，1箭7星。我們要來看它背後到底克服了哪一些的技術難關。剛剛說了嘛，未來單次發射可以高達50顆的衛星，這樣可以改變整個商用市場，重新改寫嘛？將軍怎麼看？未來當然所謂低空軌道的經濟是現在各國有太空能力的人都在爭取，因為在太空中的衛星它可以做很多工作，除了軍事上的任務之外其實在商業上面來講，譬如說氣象通訊衛星或者是通訊類的，或者是網絡類，甚至於科研方面有很多項。所以這是中國發射上去的衛星裡面9顆裡面有6顆是中國自己的衛星，另外有3顆是別的國家委托它來發射的。包括我們台灣有時候也會委托別的太空公司來幫我們發射衛星，譬如說我們的福衛這個太空衛星也是委托別的國家來發射嘛。所以未來太空之中衛星確實是很龐大一筆商機，但是這衛星發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如果說一支火箭來講，一次上去只能發射1顆，那你去看以馬斯克現在來講，他已經上去了大概所謂3400顆衛星這個2025年甚至已經到13000顆那麼多，那你是不是要發射13000枚火箭才可以達到這種數量？當然，如果說是一次可以上去10顆來講的話，當然就可以發射1300次，就可以達到這個部署這麼多的衛星。那中國來講，它當然要設法我降低我的成本。既然是商業的行為，我當然要考量到我的成本要多少，我當然要考量我的成本能夠降低。所以這些衛星發射你知道這次是怎麼回事嗎？就是這個衛星發射以後，它到達低空，因為你越高，你要用的火箭的燃料會越多，所以它大概到太空以後它就這支火箭就回來了，然後裡面這些衛星自己就會升到它自己所望的高度去。它用什麼方式？用電的力量將它升到它所望的軌道那個位置所以這顆火箭它已經回來48小時了。那你到底說你美國的衛星在經過是誰的錯？那一定是美國的錯嘛，這毋庸置疑的。那為了降低成本，當然大家就各自想辦法。美國的獵鷹9號，它用什麼方法呢？就是回收這個火箭發射上去以後，我回收回來，我下次還可以再發射再用那中國用了什麼？就是這個是不是用比較大型的火箭？中國現在也在研究了，是不是可以讓這個火箭可以回收？但是目前最近的一次實驗好像失敗了，沒有成功。可是以後來講繼續努力，所以一次
發射可以帶越多衛星，當然我成本越低。那我想中國你要發射越多，當然你的火箭體積要更大，載重要更重。所以我們看到，包括美國馬斯克的獵鷹9號，它越做越大，然後發射數量越多，而且能夠降低成本。所以我認為這次這個發生這種意外，你必須，我認為責任在獵鷹公司了，因為人家已經上去48個小時，你在經過，那麼多的衛星，以後怎麼避免碰撞呢？地面上面避免碰撞就用紅綠燈嘛，對不對？車子互相裝紅綠燈。那太空之中飛機互相避免碰撞，發生碰撞危機之後怎麼用航管哦？那當然以後太空之中這些衛星是不是也要有類似這種機制？我覺得必然會要做到的。各個國家在太空的衛星，你要升軌或降軌哈，然後一定要有一個管制的措施，不然的話，萬一發生碰撞。對每一個人來講的話，如果撞到太空站，當然會對太空人造成生命的危害。那撞到衛星來講的話，也對整個成本消耗會很大。所以是不是要研究將來有一個太空的航管的一個機制在運行？好，我們現在看到目前這個是在中科宇航他們的目標哦，剛剛特別提到就是要降低它的衛星發射的成本，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他現在另外還宣布另外一個目標，就是他要投入在太空旅遊上面，而且還要把這個太空旅游，第二個要讓它完全的商用化。他計劃2028年就可以正式載人太空邊緣的旅游，那2027年哦，2年後他預估就可以立刻展示首次的飛行規格，他更是列出來說。它要類似 SpaceX， 我們也看到它的規格哦。請導播幫我們看到 CG 列出來。他也說呢，每一次7名乘客飛行10分鐘，穿越100公里卡門線，體驗3分鐘，價格門票是200到300萬元人民幣。幹哥怎麼看？好，我跟你講，這個是大膽的計劃，中科宇航。但是我跟你講，它跟馬斯克不一樣啊，對不對？為什麼？因為它是國家的股份在裡面，所以我認為他說明年開始要太空飞機要升空，然後後年。開始載人了，為什麼？針對富豪賣票了。我告訴各位，這個它的前驅叫做維珍航空，大家知道嗎？維珍航空的太空飛機，它是因為是英國富豪布蘭森，他在10幾年前就已經，他現在已經賣了800張票了。他一張票是大概25萬美金，後來比較貴，變50萬美金了。那他現在中科宇航是準備明年就開始賣票了，也吸引。太空富豪來，那太空富豪你知道他們上去幹什麼嗎？這一趟飛行只有10分鐘，啊，讓你體驗經過卡門線。卡門線在哪裡？離地100公里叫卡門線。你越過卡門線之後，你就有3分鐘你就失重了。